系统梳理中华文化，给你真正文化自信。中国古代有4大名表：铜壶、镶钻、龟表、滚蛋。你都知道几个呢？这是南宋王英龄所记的鬼漏4法。铜壶、镶钻和滚蛋我都已经在前2集里详解过了，剩下这个龟表可以说是4大名表中功能最强大的一个。一般我们说到龟表，常会把它和日晷搞混。其实要说真正主打计时功能的是日晷，而不是龟表。容易搞混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测太阳影子的。我们的祖先从很早之前就发现日影是有规律的，最初可能是看树影，后来就直接在平地上立一根杆子或石柱，这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古老的天文仪器表。我们潜意识里总会觉得表就是用来看时间的，但其实最早的表可能是用来定方向的。早在6000年前留下来的半坡遗址中，房屋们就已经朝向了南方。古人是怎么做到的？用北极星定方向也许是个好方法。除此之外，立表测影应该是那时最方便准确的方法了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太阳每天在天球上走过的路径以正南北向为轴的话，大体是对称的。所以只要以表为中心画一个圆，把日出和日落时表以与圆的交点连接起来，就是正东正西的方向了。再做一条垂线，就是正南正北。就像战国考工记记载，为龟，时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。景就是古代的寅，后面还有一句昼参诸日中之景，夜考之吉星。一次测量还不够，还要在白天参考日中，也就是正午的表影方向，晚上参考北极星的方向，如此才较为准确。但是日出和日落的表影都比较模糊，这个焦点就不容易定准，所以后来就发明了直接看太阳的方法，大概就是在圈圈上再加一根可以移动的游表。日出时拿着游表往中心定表看，让太阳与两表重合，做个标记。日落时移动游表让3者重合，再做个标记。如此连线求得的正东西方向，就比只用1根表的要准确。可只有1组数据还是不大放心。刚才说能用日出日落的焦点测，是因为太阳的运动是对称的。既然如此，如果在上午和下午多取几组对称的数据综合一下，是不是就更准确了？元代郭守敬就是按此法发明了一种称为正方案的仪器，以表为圆心画了19个等距的同心圆，只要一看到表影的顶点落在圆周上，就做个记号，从上午影子由西进入外圆，到下午向东出外圆为止，然后把同一圆上的标记都连接起来，它们的中心连线方向就是更准确的正南正北了。定好了东南西北，古人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更详细的24方位，才能因此观察天象，协调历法，展开更复杂的天文研究。关于方位的更多内容，我们以后再细聊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察中，古人发现，不仅每天的太阳影子方向会变，就连冬天和夏天的影长也是不一样的。为了寻找规律，人们就选择每天正午，也就是太阳在正南方时的影长来做比较。长度到极限的日子就称至日，最长的那天为冬至日，最短的就是夏至日。24节气回归年长就是以此求得的，所以这可以算是古代立下的首要任务。为了标记正午日影的长度，表下还有一把南北朝向的尺子，叫土圭。虽然名字叫土，但它不是用土做的。圭本是一种玉器，土圭就是用来测量土地的玉器。因为它的方向总是固定的，所以后来干脆就和表做成了一体，称为圭表。尽管此时这把尺子已经是石料或铜料了，但人们还是继续称之为圭。我看这圭字本身长得就和尺子脱不了干系。圭表的高度大多是8尺高，这大概是周代形成的标准。现存最早的圭表是仪征东汉墓出土的铜圭表，表高只有8寸，可以折叠开合。不知道的话还以为月光宝盒嘞。其实这是一个缩小了10倍的迷你小圭表，做的这么小当然只是用来陪葬的。后世也有打破标准的圭表，比如这个明清圭表本来就是8尺高，后来又在上面加了个曲叶，这是受了西方影响才改的10尺制度。你看这表对面还有个小表，就是因为表变高了后影子也变长了，所以加了个小表延长圭的长度。那么圭一般都做多长呢？
据载八尺表的夏至影长为1尺5寸，冬至为1丈3尺，所以龟长至少得大于1丈3尺。这大概是在地中的测量记录。所谓地中，就是古人认为夏至影长1尺5的地方。学术界普遍认为此地就是禹都阳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诰城镇。可我们知道，纬度不同的地方影长也不同，为什么偏偏就是夏至影长1尺5的地方才能称地中呢？中国天文古籍一书认为，西周的首都镐京地处偏僻，而阳城地处中原，物产丰富，所以周公想迁都中原。但是当时占星术盛行，迁都就必须说出一些道理，于是就把阳城1尺5的夏至影长设为了地中的标准，为的就是给阳城位于中原的舆论造势。现在河南诰城镇就有个周公测景台，这是唐代在周公旧迹上重新建造的。经测算，它的上下2层高度一样，换成唐代开元尺刚好就是8尺，而此地夏至的日影刚好也是1尺5，正好会投射在下沉石墩上，所以在地上是看不到影子的。当地人因此称它没影台。这也证明了古人认为1尺5就是地中，阳城就是地中的事实。现在那里就立着个天地之中的标志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玄机，就去参观周公测景台，很有可能把它只当做一个纪念碑就略过去了。确实这不像个表，更像个碑啊！而且它就立在门口，里面巨大的观星台和量天尺才是最吸睛的存在。这也是元代郭守敬的业绩，当时为了测影观星，选址在了周公测景台边上，很有可能就是受了地中之说的影响。虽然叫观星台，其实它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表，而下面这根长达30米的量天尺就是底下的龟，上面还勾了一圈水渠来校正水平。龟表的关键部位是这根横梁，观测时只要看横梁在量天尺上投射的影子就行了。横梁到龟表的高度有40尺，相当于把原来的8尺表放大了5倍。另外他还做了个更像龟表的高表，用2条龙拖着横梁，高度也是80的5倍。现在量天尺旁这个龟表就是缩小5倍的复制品。为什么要把表做得那么高呢？主要是想扩大龟上的刻度，以增加精度。可问题是，表变高了，影子不就更模糊了吗？不用担心，郭守敬还发明了个小妙招，在量天尺上又加了一个叫景符的小玩意儿。这是一片中间有个小孔的板，只要把孔对准量影，小孔成像，影子立马就清晰了，准确度甚至达到空前的2毫米以内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再回看明清这个龟表，曲叶上也有个小孔，就是清朝人借鉴了郭守敬的景符做的。讲到天文仪器这一章，郭守敬的出场率可真是太高了。除了景符、高表、正方案以及上期的大明殿登陆外，他还发明了简仪、仰仪、后极仪、立运仪、浑象、窥脊共10几种天文仪器，把我国古代天文事业推向了巅峰。而这完好保存并沿用了700年的观星台和量天尺，也是他天才创造力的见证。爱好天文的小伙伴有机会一定要去打卡哦。好了，关于古代表的功能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其定方向和定时节的部分，还有个与生活更相关的定时刻功能，就下期再展开吧。我是国风学子木子欣，记得关注，一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